Hello，大家好。那今天呢，我要录一个关于相机的视频。那这2天，从昨天到现在，我都一直在挑拍视频的这样的相机。那我现在已经下了单了，那还没有到。那到了之后呢，我会再就是开个箱啥的，但也谈不上测评嘛。主要是我想总结一下我的一个心历路程，真的是。看了许多测评，看到最后我都想放弃了，真的不想买了，因为好复杂，好多选择啊，真的是选择困难症的这些表现又出来了，而且就变得非常的被这个东西所着迷啊，原来只是想着很简单，买一个相机就完事儿了呗。那看了这么多测评之后呢，真的是越看越复杂，那越看呢越会斤斤计较，我到底要买哪一个？反正到最后我其实是想放弃来的，就不买了，就是手机拍，或者是用我的自己的那个单反拍。我自己是有一个就是这个很久之前买的这个60D，还有一个18到135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镜头，但是我没有用它拍过视频，我只是用它拍照片而已，我还没有试过用它拍视频啥感觉。那我之前拍了2个视频呢，都是用这个手机拍的，所以呢，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放弃，因为啥呢？心有不甘呐！你看了这么多测评，结果啥也没买，就真的是非常的沮丧啊！就像你准备一场考试，复习了大半天，结果告诉你不考了，真的是无法接受啊！所以最后我还是下单了啊！最终我买的是索尼的 ZV-1啊，这个是结果。但整个心理路程呢，我想记录一下，因为这个我以后去看的话也有帮助和参考吧。虽然商品都一直在更新，比如说我之前买这个MacBook Pro 的时候，还有买就是带这种触碰笔的这种 iPad 的时候，都是看了好多的测评，最后决定买的。那到手也都还不错，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记录我整个挑选的这个过程。当时也是看了好多测评，但是并没有记录，以至于我现在如果要再去买的话，我要重新再看一遍，我都忘记了这些哪一些东西是我要追求的，哪些东西是我可以省钱不去追求的等等这些。所以呢，今天我打算录一个我这段时间，就是昨天到现在看的这个测评的一个总结和反思吧。从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我真正需要什么。如果我不知道我真正需要什么的话，真的会被这些测评带到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的这个地方。所以呢，那先说说我为什么要买一个相机来拍视频呢？那首先呢，我之前拍了2个视频，那我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那2个视频还没有发布。那第一个视频呢，就是我是用那个我的手机的就是后置摄像头去拍的，所以呢，可以想象我就是一直盯着那个后置摄像头特别小，所以一直盯着那个去看的时候，我真的录的过程中，我真的有眩晕的感觉，就感觉眼花了。然后呢，录下来去看的时候，就有时候我开始眼睛可能有神或者怎么样，就故意有神嘛，就是我知道我要定在那儿，故意有神，然后之后就感觉变得非常的无神了，就乏力了，就是涣散了，眼神涣散那种，就是我一直盯着那个点看的原因，我觉得。然后我就上网查怎么样让自己的眼睛看得有神，然后有的人给的建议呢，就是给个镜子，就是把一个镜子放在离你的这个镜头很相近的位置，这样你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呢，然后也不会觉得你是在看别的地方，就是跟镜头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呢，所以第2个视频我确实采用了这个方法，但是那个镜子还是不是很好摆嘛，就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第2个视频呢，我的眼神有点就是往下看，就有点这样的感觉，而且第2个视频拍到最后就是我录了3次，我的天，为啥呢？第一次好像录了2次吧，第一次是因为那个内存不够了，应该是，第一次就是我已经录完了，一看，它怎么没有在录？就是一看再去看的时候，就只有很短的一段，然后我看我的手机内存当时只有1G 多，所以我就删到大概删了大概10G 吧，然后再录第2遍的时候，我没电了，然后就只能截取到我没电之前的那一部分，就是保留下来了。真的是。就是打这儿，我就觉得手机录视频真的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反正我当时就觉得我应该要入手一个相机。那所以呢，我就在网上搜嘛。那现在最火的网红 Vlog 神器其实就是2款嘛，大家都知道了。一个是佳能的，对吧？G-X7第3代了已经。然后第2个就是我要买的这个索尼 ZV-1。那这2个呢，我首先就看他们俩的测评，看了许多。那首先是佳能的 GX7第3代。那这个呢，
那首先我比较看好它的就是说，它整个菜单他们都说是有逻辑性的，不是太混乱，然后也触屏。但其实我最后发现它不是每个都可以触屏，它只是说，你拍照的时候那些地方可以触屏，然后就是菜单栏的时候就上面可以触屏，它下面那些细选的话还是要用键，就也不是那么不是那么我想的那么方便。第二是触屏嘛，第三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防抖好像比索尼的好一点，但是它的对焦实在是太差了，即使是固件升级之后，它的对焦呢，就因为我很担心，就是说，虽然说对焦你可以就是通过触碰它的屏幕来强化你要对焦的这个对象，但我觉得这也太麻烦了。比如说我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出去拍什么但是如果说我要出去拍，我和另一个人对话，然后放在那儿拍，然后我们俩都说完了，结果再一看，我都没有对上焦哎，所以说就我觉得这一点我就不想买它了。然后呢，就是索尼 ZV-1，然后我看好它的几点呢，就是说它的对焦特别棒，虽然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商品展示啥玩意儿的，但是呢，但是至少我不用去反复的去确认我有没有对上焦，然后呢，然后呢就是。哦，对了，佳能的那个上翻屏我也很喜欢，因为你上翻屏的话，你的眼神即使是看着你的屏幕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就看着屏幕上方，那我的眼神在镜头里面显示的也不会说太飘离，就是还是在同一范围内。但是索尼的话，它是侧翻屏嘛，侧翻屏的话，你看侧边的话，肯定是就是已经没在看你的观众了，所以说这个功能佳能的这个功能也是挺好的。然后就是索尼呢，当然最好的就是它对焦功能特别好。其他的话就是说它的收音功能也很好，然后就是当然这无所谓，大家都可以外接麦克风，这无所谓。然后就是它的然后就是它的菜单呢，他们说逻辑很混乱，然后也很复杂，就是调的过程很复杂，而且它的触屏呢只是就是拍照的时候可以对焦的这个功能，其实它对焦也很好了，所以这个功能相当于没用，所以说它相当于不能触屏，就这一点是不太友好的然后呢就是它防抖稍微差一点，但我觉得。防抖有那么重要吗？我如果出去走路跑步拍的话，我用手机拍就好了，手机防抖还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它写在那儿，但我觉得不是我一个需求的东西。之后呢，我就了解到索尼 ZV-1的它的一些配件，就是首先它需要一个底座底板，首先它需要底板。底板就是说你插在这个架子上之后呢，它不会影响你的这个电池取出，而且它还有个冷靴，你可以放耐克之类的。当然它自己也有个冷靴这是一个它要买底板。然后要买这个广角的镜子，就是说，因为索尼 ZV-1和佳能呢，他们都属于他们的就是焦距都是在24毫米起步的，就是你拍，比如说我放在前面拍视频的话，它就会显得我头很大，就会整个画面都是我的头，可能就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如果我要拍这样的感觉，必须把它往后放，然后你出去放，如果你手持的话，它也可能是这样的感觉，就非常的不好看。所以呢，他们又说买个广角镜，也就是300块钱然后它就可以变成有一种广角的效果。虽然说四周可能有畸变，但是广角的效果就是拍 vlog 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然后呢，这是第二个配件，第三个配件呢。基本上没有第三个配件，基本上就这两个配件，其他的我觉得配件都可有可无，这两个是肯定要买的然后之后我就发现佳能其实也需要这两个配件，所以说他们加起来的话，费用基本上是在4700、4500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价我可以买个微单了吧，因为也有说微单就是拍 vlog 更好。然后我先了解到 M50，然后了解到 M6。M50、M6呢，就是他们还需要配很多镜头，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虽然说我之前有买过这个镜头，但是因为这个已经很久了，因为我当时做的功课说我要学习单反所以买一台，对吧？然后自己学一学。然后当时做的功课，我现在也忘了差不多了，就也不知道这些到底哪些情景需要哪些镜头。然后这次测评呢，我就了解到。如果说你要一个 M6或者是更便宜点的 M50的话，你要拍 vlog 的话，你首先得有一个11到22毫米的一个镜头，然后这个就是说你手持也好，你放在那儿也好，它的范围都是非常广的，就和你那个佳能还有索尼 ZV-1放一个广角镜的原理是一样的。不过你个广角镜人家只是个镜子，就300块，这可是个镜头至少就1000块然后呢，至少就1000块嘛，所以说就消耗很大，然后你不光要买这个，你还要买22毫米的固定焦距的这样的镜头呢，就是说你在家拍的时候也可以放着嘛然后拍这样的视频都很好。然后呢，你还要买什么
然后呢，你还要买什么215到200毫米还是多少的那个我就不用买了，我有这个。如果买 M6的话，我就有这个，我就不用买了。什么拍舞台啊这些，但其实我应该也用不上。演唱会真没去过几次，真去的话，我又不是什么明星狗仔的话，不需要啊，不太需要。所以说我觉得整个过程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很重要。那些功能呢，什么1秒钟拍40张，或者是防抖什么的，我觉得你不需要的话，也就不用去在意那些缺点。所以这一算下来，我以为4000多，就是说快5000的样子可以买一个微单嘛，但没想到你微单的话，你买个裸机的话5000多可以，也要配这么多镜头的话，至少得8000、9000、10000往上走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完全是个新手，没必要给自己投入这么多，所以呢就果断放弃了。然后呢，我又了解到一款 Osmo 的一个 Action 和 Pocket， 然后我又去搜这两个的一个对比。那 Action 呢，它主要是运动类的，它可以放在比如头盔啊什么的，就是单车上啊之类的，就这些，然后也防水啊，就跟 GoPro 9是一样的。然后呢，但是呢，它就是说没有。但是呢，对于我的需求的话，可能 Osmo Pocket 2更适合我，因为我不咋地拍这些极限运动啊，就没拍过。然后呢，就是说 Osmo Pocket 2呢，它就是便携嘛，就是这样而已，便携。便携不说，你出去的话，其实你拿个相机，我还没有尝试过这样的感觉，确实应该会很尴尬。但是 Osmo Pocket 2的话，就这么小，对吧？别人也很好奇这是什么。而且呢，比如说我喜欢拍我们家狗狗。他对这个镜头其实是非常惧怕的，他胆儿特别小，我拿相机靠近他都这样不敢动了。所以我觉得 Osmo Pocket 这么小的镜头应该是他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拍它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呢，它不是可以随着那个走吗？那个就是我人走哪儿，它镜头会转在哪儿。所以我觉得我家狗走哪儿，它会不会识别动物吗？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它人是可以识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而且它价格也不高，只有2400。但是我一看呢，必须得买全能套装，为啥呢？因为它如果说你要接外置的麦克风的话，你必须得有全能手柄，全能手柄就套在这个 Osmo Pocket 2下面，然后全能手柄呢，就可以外接的一个麦克风这样收音更好嘛。全能手柄没有单卖的，你就必须买全能套装的话，那就得3800，好像3900的样子。所以说，我的天，那我还不如买一个卡片机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 Osmo Pocket 2它这个像素呢，就好像跟手机的差不多。所以如果说我可能将来会买这个，但是呢，我买这个的前提一定是我拿手机已经去外面拍了很多了。比如说拍些花花草草拍些日常我已经有拍这样的动作之后呢，我再买这个去拍户外，我觉得会更好。我都没有，那我买来可能就吃苦，可能就吃灰了吧，我觉得。所以看了好多测评，我就是一直在纠结，我要买卡片机呢，还是买微单呢，还是买一个这种运动型的相机呢？我一度就不想买了嘛，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微单确实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它真的便携吗？虽然说 M6 只有406克吧，然后 M50也只有390多克，就加电池的话，然后你还要加镜头呢，而且那么多镜头，而且虽然说你带一个镜头和一个机身可能也不重吧，可能也就600来克，但是呢，你想一下你每次去拍的时候，你还要安上镜头，然后呢可能你这时候吃饭你不想拍了，你又把镜头卸下来，或者你不卸下来，总之呢，你那个包呢就会很大。所以我觉得就微单呢可能不太适合我，所以呢我觉得微单再好，但是它可能不太适合我，因为我买我这个单反就是的，买了之后呢真的没用几次，因为它太重了，带哪儿都不方便，然后我就想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其实呢我就是需要一个重点是在室内拍的，然后呢可以更方便一点。虽然说续航能力的话，卡片机它们续航能力都不好，但是我至少可以多买几块电池来克服这个问题嘛。然后呢，偶尔也可以打开一下我户外的世界，对吧？拍拍户外，然后关键也比较小。只要我觉得我现在对于我来说买东西的一个总结就是，你不要追求它太好太怎么样，而是追求它一定要对你来说是实用的。就是对我来说实用的东西呢，就是傻瓜式的东西，不必要太复杂，简单一点简单一点。虽然说索尼 ZV-1 呢，他说菜单比较复杂，但是网上很多人已经就是保姆级的一些教学都有，所以我觉得我按他们说的做设计一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就不要让我自己去在这些东西上去花费心思、花费脑筋，就跟随这些大咖们走就可以了。所以说最终还选择聚焦特别好的这个索尼 ZV-1 因为我想保证它在我就是想录视频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录到我家的狗，对吧？录到我想录的东西。
而不是录完了之后哇是模糊的，没有对上焦。所以呢我就买了之后呢，它发顺丰的话，应该过了1-2天就到了吧。到了之后呢，而且配件我都买了，而且一下午买的，就是出去办事的过程中就全部下单，就所有的配件我都买了，就刚刚说的那些。然后下次呢就拍给大家看一看。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拜拜。